的买卖方式呢，只有两种，一种呢是为他人买卖股票，另一种就是为自己买卖股票。为他人买卖股票呢，我们称之为短线交易；为自己买卖的称为长线投资。无论你采用哪一种方式买卖股票，只要保持赢钱的概率大于输钱的概率，对你来说都是最佳方案。无论短线，无论长线，不分高下，不分贵贱，有灯塔的指引，帮助你顺利到达港口，安全卸货，然后数钱，都是好办法。这一篇开头的话呢很短，内容含量呢还是比较多的。下面我们分几个大项来一一说明白。第一个大项是为他人买卖股票的缘起，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第二个呢，就是下家为什么会喜欢你卖出的股票。第三个大问题呢，我们谈谈赢钱的概率问题。最后一个大问题呢，我们来说一说怎样安全抵达港口。这一次呢，我们要解决的大问题呢，就是怎样做好为他人买卖股票。后续呢，我们要持续解决短线交易的其他几个问题。我们先来开始第一个大问题，为他人买卖股票的缘起。你买入的股票实际上是为了尽快卖出，赚取差价。最快可以快到多少呢？可以以毫秒来计算，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可以完成上百次的交易。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高频交易，只要有差价就能赚到钱。高频交易的要点就在于知道在下一毫秒有买家回来买你手头上的现价股票。再说的直接一些，也就是高频交易员知道下家的买入数量和报价范围，他提前1毫秒将低价的股票全部买下之后，股价就会涨一档。打算买这个股票的下家不得不以较高一点点的价格在这一刻买入，因为他不买的话，下一毫秒股价可能会进一步走高一点点。高频交易员也就是这样在瞬间获利了。高频交易员买入的股票就是为了卖出，是为他人买入的股票。当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人类敲击键盘已经不可能完成。高频交易公司投资几亿美元建设与交易所直连的光纤，投入当今世界运算速度最快的服务器，争取5毫秒、10毫秒的优势。1毫秒是千分之1秒，在1秒之内，滴答一声，高频交易已经完成了几百次交易，几亿美元还是值个票价钱了。高频交易的案例展现了短线交易的巨大威力，几乎是稳赚不赔。当网络速度和服务器稍许落后5到10毫秒，优势就将失去，变成必定亏损。维持优势的关键是不断更新网络和服务器，维持在全地球最快的水平，包括服务器系统软件和终端软件的编制同样是最快的。对于普通投资公司来说，这是摸不着的天际。回到地面，谈论短线交易是我们第一个大问题的关键。买卖获取差价，高频交易将人性表现到极致。回落到地面的短线交易就是菜市场方式。只要我们搞明白怎样操作地面战，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并且树立起一座灯塔来指引我们的短线交易走向胜利，同样可以在地面短线交易战中赢取金钱。炒股只有从菜市场买来的蔬菜才能炒，百货商店买来的衣服和电器是不能下锅的。一个炒字使得新鲜快速成为必然选择。股票市场只要持股1年之内240个交易日之内卖出股票都是短线交易。A 股市场 T+1 机制，最短短线是隔日交易，头一天买进，第二天卖出。股指期货可以高频交易，证券交易不行。
港股和欧美市场都可以高频交易。菜场商贩批发来蔬菜瓜果摆到摊位上，是为了尽快卖出回笼资金，赚取交易差价。商贩必须考虑当天的顾客喜欢什么样的蔬菜瓜果，这是他在下单买入的时刻必须抉择的。这就启发了我们，短线交易的股票下单买进来的那一刻，是要考虑当你将要卖出的时刻，下家会不会喜欢。你只有买入未来下家喜欢的股票，才能完成短线交易，才能获取盈利。你买来的是过时的陈芝麻烂谷子股票，不讨喜，下家不喜欢的股票，赔钱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赚钱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可以由此推论，短线交易的股票是为未来的下家买来的，不是为你自己买的股票。你自己个人的喜好不能作为买卖股票的决定性因素，必须预计未来你卖出股票的那一刻的下家会喜欢的股票。不要着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解释股票市场上的很多现象，原来不可以理解的，现在都可以说明白了。在后续的视频当中呢，我们一块来细细琢磨。到这里呢，我们解决了第一个大问题，短线交易的股票，你在买入的那一刻要考虑下家喜不喜欢。这里面有2个关键点，第一个是价格要便宜，也就是预期你买入的股票要等你卖出的那一刻之前是会上涨的。第2个关键点是你在卖入这个股票的这一刻要决定好卖出的时间点。无法确定卖出的时间点，说明你对这个股票的走向并没有一个全面的研判，也没有能力预计下家何时会喜欢。不做到这2个关键点，是没办法赚钱，或是也搞不清楚一笔交易发生后到底是怎么样赚到了钱，或是怎么样亏了这笔钱，稀里糊涂失去了方向。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是，原先打算在预计的时间点以预期的价格卖出的，但是在预计的时间点价格下跌了，赚不到钱了，也就不卖出，改变为长期持有了。为短线策略而准备的股票变成为持有时长不确定的稀里糊涂股票，这同样也会失去方向，失去套路，变得无所适从。就第一个大问题总结一句话，想好了，喜欢打地面战，喜欢股票的短线交易，那么要判断好下家的喜好、价格趋势、卖出的时间点。在后续的视频当中呢，我们会持续讨论这些问题，一个个搞明白，建造起指引我们走向胜利的灯塔。谢谢你，请你点赞订阅，谢谢，我们下一次视频再见。